美国专家承认，所谓的印太司令部只是个空架子，根本无法对付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美国假定的战争场景中，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印太司令部将会成为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主要组织者。在军事层面，需要组建一支军队与解放军对决。那么，美国人真的准备好了吗？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拉克认为，美国政府一定在假设有足够的情报和足够多的时间，让美军做好战争准备。考虑到中国迅速升级的能力以及美国军事准备工作的拉垮，这两种假设都可能是错误的。美国军队应对突发危机的办法之一是建立联合特遣部队，这其中就应该包括美国太平洋舰队的 JTF-519特遣部队。然而，该部队于2013年解散了。JTF-519由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领导，当时主要考虑到与中国的战争会是海上冲突。那么10年后的今天，战争样式已经变成了多兵种联合作战，远远不是美国太平洋舰队这样的单一军种可以执行和完成的。美国新的国防战略和联合作战概念表明，美军可以通过更快、更有效的决策来阻止中国，但是决策所需要的流程不可能即时构建，新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也需要时间和实践才能投入运营。还有一点，如果美国人提早建立对中国作战的联合指挥部，又可能意外地升级双方的对抗，因为这暗示着美军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中国可不会惯着美国人，因此美军真想干涉台海事务，就必须建立能够跨越多个领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以及相应的结构，将各种杀伤链进行整合。美国的国防授权法第1046条规定，将在印太司令部建立一个联合作战总部，以评估未来与中国开战所需要的指挥和控制架构以及杀伤链，并进行推演、训练和演示。这就涉及到新总部的权限、规模、预算和技术复杂性，因为这个指挥部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媒体认为，五角大楼的官僚们肯定会抵制一个遥远的联合作战总部，因为这将导致美军的领导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从美国专家的上述观点就可以看出来，美军武力干涉台海到目前为止仍然只存在于意愿层面，其具体应对层面还没有实际动作。而中国要判断美军的干涉可能，一个最重要的标示就是看美军是否建立了印太地区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只有建立了一个能够统筹海军、空军、太空军、海军陆战队等资源的指挥中心，才能证明美国人是玩真的。当然，就算美国人建立了这样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也只是解决了指挥架构层面的问题，并不能解决美军所面临的作战实力差、后勤补给难、指挥控制复杂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美军如何解决中国导弹对关岛基地的威胁问题，美国战斗机作战半径太短，无法适应亚太作战环境的问题，美军航母无法防御中国反舰导弹的攻击问题等等。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建立印太联合作战司令部呢？这是因为一旦发生武统，拜登政府就可以把不干涉台海的理由推给美军，指责军队没有做好准备。而美国军队呢，又会说美国政府没有提前做好安排，还会说美国国会一直阻止美军发展先进作战能力。几方面可以用踢皮球的方式来推卸责任，或者干脆在一边吃瓜看戏。我们这边当然也乐见这种场面。总体来看，美军是否建立印太联合作战司令部，
可能是中国判断美军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一个重要标识，我们需要关注一下，但是也仅此而已。就算美军有了这个司令部，也无法阻止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因为我们早已经把美军联合作战力量的干扰考虑进去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